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小时候一些经常吃的东西，长大以后就慢慢的吃不到了？之前流行过的绿舌头冰棍就是这样的东西，看起来是一根普通的冰棍，但是嗦几下以后就会变得又 Q 又弹。我记得上一次吃它的时候，中国男足好像还能进世界杯，然后它就停产了，直到最近才有卖的。所以我决定做一个爷青回系列，专门来还原这种东西。第一次的话，就从这个绿舌头开始吧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小时候爱吃但现在没有机会吃到的美食，就给我留言，点赞过20万，我马上就还原评论里最靠前的。哎，伟妈，你记不记得原来有一种冰棍叫绿舌头的？有点把印象，么样啊？哎，对，现在好像也有卖的了，能不能帮我去小卖部买一根啊？可以啊，那你等一下啊。是不是这个啊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它。哎，你帮我尝一下味道，然后告诉我大概是怎么做的吧。就是那个酸酸的、甜甜的味，一弹一弹的，你小时候最爱吃的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包装发给我，我自己看。可以啊。好，我来看看啊，海藻酸钠、怀豆胶、卡拉胶。哎，这不就跟果冻一样的吗？好，我会了。OK， 总算买齐了。这些就是做一份果冻要用的所有的胶，总价值大概300根绿舌头。至于具体的配方，我还专门研究了几篇工业上的论文。那看屏幕左边，这个就是出版的配方，只要先照着它做出来，再反复迭代几个版本，还原出童年的味道，应该问题不大。论文里的做法是把糖、水还有人造香精一起加热，和弄和弄。香精这玩意儿吧，我是真的买不到，只能用天然的苹果汁代替。烧开以后，放到95度的水浴里，让它保持高温。相信我，这一步真的超级重要，因为一旦温度太低，最终的果冻成品就会变成这样。这啥呀？这是芦荟汁吗？这么大一堆食用胶，我是不太明白怎么用的。论文上说，只要把它们和糖混合起来，再倒进烧开的果汁，和弄和弄，只要3分钟就能形成粘稠的液体。最后加上之前做好的糖浆，混合2种柠檬酸，过滤以后进热水保存。你们看这个粘稠度，干净又卫生。就是这个颜色吧，差点意思。那你们都有黄色素和蓝色素吧？混合一下就能变成绿色了啊！最后倒进模具，放凉到室温，再放进冰箱冷冻至少6个小时。哇，这个颜色是不是跟原版的一模一样？在童年的记忆里，只要嗦上几口，它就能变成 Q 弹的样子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的，成了，超级对。你看啊，管你怎么用力去甩，它都绝对断不了。第一次嘛，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你们看这里面全是渣渣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水分子太密集了，只要能加一点水分子阻隔剂，下一把稳了。本来我觉得吧，上一版的果汁已经很粘稠了，结果看了工业上的视频以后才发现，其实所有的冰淇淋原浆都比我的还粘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用的不是普通的白糖，而是玉米糖浆。这玩意儿的特长吧，就是分子链特别长，让水都不能形成结晶。所以工业上的用法都是直接把它给到致死量，只要把它和其他食材混在一起，和弄和弄，应该就不会碎成渣了。还有一个麻烦一点的，就是每次换配方的时候都要冷冻至少6个小时。哎，反正也没别的事儿，逗逗猫吧。反正他们也是超级喜欢玩这个冰棒棍的。已经冻好了，这回的话就先不用嘴去嗦了，让它自行解冻半小时啊！哎，我去！哎呦，真的是！你们谁干的？啊？谁干的？但凡家里有这种小棍的，绝对不能给猫看到。去！怎么说呢？至少冰晶已经没有了，但是表面吧，还是成了这种坑坑洼洼的样子。这说明了什么，同志们？说明按照果冻的配方来做，胶还是少了，下次得翻倍。
已经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了，为了让它更 Q 弹，只能先把所有的食用胶用量都加倍。而且跟原版的对比以后，我发现自己的模具好像太短了，只有做成长11厘米、顶边3厘米、底边4厘米、高1.5厘米的形状，才能达到完美的弹性。我想起了巧克力大师 Emery Guichon 的话，想象力是不能被模具所限制的，如果没有模具，那就自己创造。你们看，这次一下锅就变成了超级粘稠的状态，配合新做好的模具，我就不信它不 Q 弹。怎么说呢？味道也对了，摇晃也对了，但口感还是不行，完全没有原版那种咬下去就啪的一下断开的感觉。哎呦，怎么这么难啊！啾啾，你来做好不好？哎，挑战没有菜谱的东西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明明做个样子就好了，也没有那么多人会真的跟着做。为什么非要跟一根冰棍过不去呢？因为它代表着我们的青春。面对未知的事物，不去认真的读书，就会寸步难行。又看了好几本资料以后，我才发现，每一种食用胶的特性都天差地别。比如黄原胶，虽然吸水能力强，但却形不成胶体；又比如怀豆胶和节冷胶，只有达到一定的浓度和比例以后，才能形成既 Q 弹又坚韧的样子。最后是卡拉胶，在高温和酸性的情况下，凝胶的能力就会完全被破坏。所以正确的操作是先把混合液降温到75度，再加入柠檬酸和果汁调味，在又尝试了几周以后，一份口感和味道都跟原版一模一样的绿舌头冰棍完成。小的时候，一根冰棍就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。慢慢的，我们长大了，接触的事儿越来越多，离家也越来越远，童年的口味也渐渐的被我们遗忘了。但对于味道的记忆就是这么神奇，入口的瞬间就把我拉回了童年的夏天。清香的味道让我记起了课间的喧闹，柔软的酸甜让我忍不住一键3连。也许最令我们怀念的不仅仅是这份美味，更是多年之前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吧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碗拿铁。如果你们的童年里有什么令人记忆深刻的味道，就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吧。我们下期再见啦。